这套房的地位是这样，所以会变成说，你看房市在大涨，你会觉得说，我自己的套房怎么好像没有动？不是没有动，是还没有轮到你的套房这个档位来动啊，这蛮危险的哦。危险就是说，我之前也提过嘛，会有掉队的现象。如果突然就出了一个信用管制，房市那边急动哦，不好意思，还没轮到你套房涨，那你套房还是卡住哦，就这样。反正那个阿哲会员就想要卖哦，就想要卖，那就问我的意见哈，我只能跟他讲说，就是你挑租客的也被你练习过了，那你既然不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嘛，你就把它卖掉，你就把它卖掉嘛哦。那问他之后卖掉要做什么？他说他想要来看看台湾其他地方有没有哪边更有潜力。然后下一间我问他，那你下一间买在其他都市，你还要买大套1+1吗？他绝对不要哦，他至少要2房或3房这样子哦。这个就是买套房的族群很容易遇到的状况。大套房哦，15坪门槛解密，搞懂关键规则再决定要不要下手。先说结论哦，如果你是只愿意在台北置产的话，资金又不够充足，那我会建议你就去看大套嘛哦，那种1+1的东西。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投资用的房子怎么抓租金，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买大套房自产好吗？接下来我们就讲说要怎么挑我会连拍4集，分别讲大套房、公寓、电梯大楼跟透天那如果你想知道其他类型的房子怎么挑的话，就把它订阅起来好，那我们现在讲大套房先讲一下大套房的定义大套房就是有自己独立的门牌。它是1房1厅这样，1房1厅就是通常还会配个小吧台那通常会买大套都是台北或新北那种房价很极端很高的地方。那这些银弹不够的买方啊，就先买大套先上车再说了，等于是这样。或是我之前分享过有一个观众的做法，他就是买一个大套然后作为自己的人生避风港。然后跟老公吵架怎样就去躲到那边住我的角度来看，你自产买大套出租要想清楚一件事，就是因为大套它的坪数很少那你要等涨幅，即使被你等到，你也没什么感觉那出租的话，首先是大概都会需要装潢大套大概都要装潢，一定要装潢，不然愿意租的人很少，就在那边租大套还是空屋这样，然后租客也会很不稳定，很多租大套房的人，他可能就是工作在这附近，然后又不想要住那个隔套。那他就会搬到自己一个独立门牌的大套来住，通常也是女生比较多这也很好理解，毕竟他就是独立门牌自己住，不会有什么奇怪的室友。然后因为是1房1厅嘛，所以没事的话还可以约姐妹来聊天来过夜这样。接着你要知道买大套房的优点那我们就来讲买大套的优点。那第一个就是便宜因为坪数小，通常也不会有车位啊。我知道高雄有一些新案已经有推出那个1+1房型，还给你一个机械车位但是那个比较特规，我们就先不讨论。我相信那个建商都是拿来做实验用看的好，那因为坪数小，所以你要拿出来的钱比较少。那又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就是贷款那15坪以下可能会贷不到，我就讲是可能像联邦它也有这种专做套房的银行但你就看它建价，可能就你不会满意这样。OK 那反正你就是买到权状坪数大于15坪就对了那如果你的自产第一屋买大套的话，那很可能不小心就会浪费掉首购可以贷80%的席位，因为你去买其他的房子你是可以贷80%稳稳的80%，可是你买大套，因为建价，因为坪数，因为怎样有没的那银行最后放给你，可能你要自备30%，你说你还付得起，可你就等于是贷款70%而已，但是你正在发动的是你的首购可能就会浪费掉。所以我会建议你你在第2屋要自备要50%第3屋自备要70%的时候，你再来考虑大套这种低总价的东西你还要再买自备款拉那么高，那当然就是会往低总价的东西去跑低总价的公寓你又不要那看一看电梯大楼的套房还不错尤其是那个屋龄也还算新的还不错那个很多柜姐喜欢非常喜欢。那第2个优点它月付的金额很少，我未看先猜你如果是买大套，然后是第2屋、第3屋的情况，应该是能够实现租金冲掉贷款，这我随便找的没有推荐那个本金摊还的话，应该有可能可以去把它冲掉，原因是那个套房它租金蛮高的就是说我乱讲，假设你的套房租1万，你的2房可能也才租1万3、1万4
然后3房的话大概就15000、16000，我说高雄啦，对，所以套房它坪数最小，可是它的租金的效果最好，效益最好，前提是一样，就是你有装潢，你有整理哦。所以我讲一下，你不要乱做 Airbnb 哦，很多那个套房啊，我就觉得他就要去做那个民宿哦，这是不行的。以前叫观光局，现在叫观光署哦，这个法规就是不行哦。民宿这种东西啊 ，Airbnb 啊。它只能够在非都市计划区域，或是特别要提报有通过的地方，比方说花莲，比方说宜兰，那个你再起来，你可以做自己的民宿。你其他台北、新北6都啦，都不能够在市区里面你去做一个民宿的原因是就法规哦，一抓到就是罚就罚很大哦，罚非常的大哦。有兴趣你自己去查哦。哎叫的那个一大堆，为什么会知道罚很大？是因为一被抓到的那个罚金，我忘记是多少，9万吧。6万还9万一次你第2次被抓到再来罚一次，罚到那个人把房子丢出来卖，然后你就会看到说，我靠，这个装潢这么漂亮，拿出来卖啊，就卖这个行情价格是怎么样他取得成本超早，没有，他被罚怕了，我觉得很烦的，把它丢出来这样。高雄还有出现那种商办改的那种住办改的，它就是你走进去就有10几间的那个跟开旅馆也差不多。然后他在经营 NBA 会罚到整个丢出来，在光荣码头那边知道的应该都知道我在讲哪个案子。好，那最后你要知道谁适合买大套那接下来我们就讲谁适合买大套。我现在想到的就是台北就你只愿意在台北自产的中产阶级夫妻我讲的是自产自住你已经搞定了之后，你下一间要做自产那你大概可以选这个大套，因为在台北人那么多的情况之下，这个大套的市场才会很好啊。你今天在高雄你做一个大套没有不行，你的租客很多可是你的下一手买房很少，极少因为你在卖的时候也变中古了。你新房子的时候，在预售屋各种这样子灌下去，米汤灌下去，觉得说大套还是不错啊，这独生贵族啊，你还卖卖看嘛？你大套就是很不好卖嘛，你又比一般套房贵，你又比2房还要难住就很不上不下的产品就对了。可是在台北又没差台北买大套的钱应该就是你要吃个电梯2房，甚至还尬个车位都没什么问题因为台北实在太贵了那我也知道高雄来买大套自产也不是没有这种人那操作大概会是怎样？大概就2种，第一种不太懂，就拿台北经验来高雄买房就会变成这样对啊，高雄的超多预售案不都台北人买的嘛？台北人买这个一家这么便宜然后就给他买下去。他未来会不会好卖？不会好卖的下一手没什么人要接，可是他可以慢慢卖他又没差。他买房子那么随便的，他卖房子多卖几个月他哪有差就这样。第一种是这种人第二个是就是不贷款的人不贷款的人，也就是他本业还不错啊，然后赚到钱以后，什么第2屋成第3屋好麻烦就给他买下去现金买，然后就存到很多间门牌，可是其实加起来都是小房子这样。然后他因为又没有贷款嘛，所以他收的租金就是纯利嘛，然后就在那边自己滚自己花这样，这也可以这就是台北的那种套房自产流派啊！有钱够了就去买一间套房，就去买一间套房，套房很烂也没关系，在林森北路也没关系，那就给他买下来，钱够嘛。然后屋龄30年、40年也没关系，就给他买买，然后囤了大概10几20年，手上5、6、7、8间套房，那也 OK 啊他也是晚年一样很有保障至少晚年一定有钱啊，有房也有钱这样。台北的做法是这样。那在高雄的话，我是不建议啦。高雄你最烂，你还是先去做2房好，最好的解法，目前我所判断的还是要买3房平车。我们图的都不是现在都是未来。等到你放了6年后，第6年第1天以后你要卖，到时候市场都会充斥着这几年卖跟大量交屋的2房。你是3房，你又中古我们一开始在买就中古啦，10几年、20几年的中古。到时候你的战斗力会超级强，为什么？因为人家那个小2房新的小2房过屋龄还5年、6年的房子抛出来卖的价钱，可以买你这间正中古3房平面车位。对，所以你会好卖因为你是3房。然后住过新房子的人就觉得说，新房子好像也还好，好小，然后就去看，干这个中古这么香然后社区比较没有那么滑没差没差，没有那个游泳池公设没差。之前有时候也没在用，没有阅览室没差，就没差了那个梦幻泡泡破掉以后，你的正中古3房平车战斗力就很强。在高雄，我会建议你，如果你要自产的话，应该是这样子做。好，那如果你是中产阶级夫妻的话，你买大套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它跟隔套一样，租客的客群基本上是一样，就是比较有钱的那个套房租客，那就是有问题没办法自己解决。中产阶级夫妻你要买的话，应该就是夫妻啦，就是其中一个人是家管哦，才有办法去处理房客一些有的没的毛的事情。因为你的房子自产的话，一定是到处买啊，你不太可能说大家都买到同一个社区，就每一间都给他买在同一个社区。如果要也是预售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办下来了哦。所以变成说你会花很多时间来处理租客的问题。套房的租客是那个问题跟状况最多的嘛，我想这个你也知道。三房是最没有事，因为那是家庭租客哦。对，所以你有办法去，而且你也能接受你去处理租客的事情的话，这个大套自产自住你就可以考虑。这很看人哦，有的人觉得麻烦死了，那有的人觉得说，哦好，反正我很闲哦。然后那个租客都是漂亮年轻的妹妹，百货公司专柜小姐，这个平常根本都不会讲到话的哦。然后这样子，他就这个色老头觉得很爽哦，就这样。那当然，如果你是在台北的话，因为总价的关系，你自产只够得到大套，你还是要上哦，你还是要上哦。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哦，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哦，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哦，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哦，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是自住换屋哦，那50%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哦。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哦，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哦。那50%的财富传承哦，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哦，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哦，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哦，财富传承哦。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哦，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哦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啊，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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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故事讲故事，这是一个我听来的故事那你有听过他纯属巧合这会员的故事？我跟他问了，他说 OK 就拍出来讲没关系
阿哲本来在公司上班，然后薪水还不错哦，中上，但年薪有个150、180吧，家里也没给他太大的负担，所以他几年前哦，他就去给他买了一间大套房哦，在那个台北哦，那大套他买在那个反正就林森北路附近哦，他说那边对啦，做八大的很多，可是租客什么的一定很好找，然后那边的房子又算凹陷，就因为林森北路调通那边嘛，大家都说八大多，所以它的房价有凹陷这样，那就给他买了哦。租金想说不错哦，然后就来这样自个产收个房租这样。然后他那时候跟朋友说哦，买大套这种东西是没什么压力的，比你直接要挑战3房哦、2房这种简单很多，简单很多。反正你工作，然后有顺利存钱，然后你买个大套，你要家庭住是没办法了。你的租客是家庭，他也没办法去选那个大套了。可是以自产，我们只要自产来出租的话，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就跟朋友推荐，大套没卖啊，怎样怎样的。然后因为大套嘛，然后这个收到的租金其实很高，有装潢整理的话其实很高，那个都大概冲掉之后，你只要再贴几千块，1、2千块就搞定的事情，就觉得很好，这样自己的经济不会太难过，又上了台北市的车哦。他买的地方哦，就附近什么什么捷运啊、超商啊，通通都有，然后租金也很好收，就八大嘛哦。然后他说他本来觉得很爽哦，意气风发哦，林北台北市有房子哦，安诺读安诺，跟朋友炫耀，每个月稳定的租金进账这样哦。房客也是那个中介挑的哦，那当然签约什么都没有什么异状哦。然后他就在等说这个房价涨了再卖，虽然也不知道等多久，虽然也不知道涨起来有多少钱，但是他就觉得说哦，有这个资产很好嘛。然后时间就这样子晃到大概过3年多哦，然后就跟朋友就讨论，反正就是他的套房有问题啊。他说他那间大套租客的状况出逃真的很多，然后过了3年，他去刷那个实价登录，就感觉还好。每次处理租客的事情，心情就很差。通常也不是租客找他，都是管理员找他。管理员说：“你些厝卡个安诺干啊。”那每次都是半夜接到管理员的电话，你些厝卡个起笑，然后讲有没的，就做八大发酒疯哦，外面吵啊或者干嘛，然后人家来叫他小声一点，他呛人家哦，都搞到那个邻居也是八大哦，那边叫警察或者干嘛，然后那边弄就对。他是房东又被通知，叫他处他怎么处理哦，所以他就心情就很不美丽哦。那价格也几乎都没什么在动哦，然后就变成说他看着外面啊，什么股票、航海王啊、比特币啊，他的钱都卡在房子里，他的心情就很不美丽哦。然后想一想说，他把它卖掉好不好？然后卖掉就算那个房地合一税嘛，算一算是 OK 的啦，因为他当时买的时候也有花钱去装潢，然后又没什么涨幅，所以那个抵扣都能抵扣掉。他的那个装潢还有把厕所打掉重做，所以没什么涨幅的情况下就 OK 啊。那我当然是建议说，那你就继续放啊，你不要那边心痒难耐。那个过了3年，你看你转正大有没有空间？如果还有的话，看你要不要又这样子尽量把房子留在手上哦。因为套房这种东西这我跟你说。套房这种东西是这样，它大概是总价最低的房，我说的是总价不是单价。总价一个城市里面总价最低的房子，总价可能都比公寓还低嘛，公寓3房还低。好 ，OK，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就是说，好一个区域里头蛋黄在狂涨，好，蛋黄在狂涨，狂涨的领军人物是预售，预售那边狂拉嘛，那边拉，然后再来就是中古然后中古又分产品，中古的屋龄新的大楼先走，然后再来是中古电梯大楼，然后再走到公寓，最后才会走到公寓，或以中南部的话还有透天然后尾声中的尾声是那个套房跟大套。我讲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就是说一个房地产在大涨的周期那想买房，手上有钱人大家都买了，剩下零钱再来看能不能吃1、2间套房，大概就是这样这套房的地位是这样，所以会变成说，你看房市在大涨，你会觉得说，我自己的套房怎么好像没有动？不是没有动，是还没有轮到你的套房这个档位来动这蛮危险的危险就是说，我之前也提过嘛，会有掉队的现象。如果突然就出了一个信用管制，房市那边急动不好意思，还没轮到你套房涨，那你套房还是卡住就这样。反正那个阿哲会员就想要卖就想要卖，那他就问我的意见我只能跟他讲说，就是你挑租客的也被你练习过了，那你既然不喜欢就不喜欢嘛，你就把它卖掉，你就把它卖掉嘛那问他之后卖掉要做什么？他说他想要来看看台湾其他地方有没有哪边更有潜力。然后下一间我问他，那你下一间买在其他都市，你还要买大套1+1吗？他绝对不要他至少要2房或3房这样子
这个就是买套房的族群很容易遇到的状况。租客出逃当然你会说因为他买在林森北条通那边那个问题当然多但我会说套房这个族群本来就是这样，所以我说这很看人，有的人就觉得说跟租客打交道这个很开心这有什么难的？有的人就比较内向嘛，他就觉得说不如三房过去3年只有当初签约的时候见过面，其他时间通通都没见过面，都在赖上讲这样很好，所以这很看人但还是回到那一句话，今天那个阿哲是因为他自己管理的状况他想要卖但如果你在台北市，你能上到套房的车大套的车还是要上，在台北市的房地产，我个人看起来叫做有上车比较重要至于你上到什么车就还好。那你同样的逻辑，你搬来高雄就不太 OK 在高雄就是你上车也不要上错车，比方说你去买了一个透天但透天因为总价很高，你看你又花了高的总价，然后它现在市场的年轻一代，也就买房的主力军不太青睐，所以在台北有大套可以上还是要上，在高雄的话，你想一想那应该2房或正3房平车是对未来你要买房子的时候理想很多。